你可能以為，人類下一次真正改變火星探索的任務，會是一艘載人飛船，或者是一輛更先進的火星車。但這一次，主角可能不是人，也不是車，而是一座反應爐，一座準備被送進太空的小型核裂变反應爐。美國太空總署 NASA 正在推進一項相當大膽的計劃，一艘名為太空反應爐1號自由號的核动力火星飛船，目標是在2029年前進行試飛。這不是一次載人登陸火星，甚至它看起來也不像傳統意義上的火星探測任務。它真正要測試的是一個問題：核動力飛船能不能真的離開實驗室，在深空中長時間工作？如果答案是可以，那麼火星探索的規則可能就要改寫了。過去我們談到火箭，腦中浮現的多半是震耳欲聾的發射、刺眼的火焰、巨大的尾焰，還有幾分鐘之內把速度推到極限的狂暴力量。但太空反應爐1號自由號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它不追求一瞬间的爆發，它要的是耐力。按照計劃，這艘飛船會把一座緊湊型裂变反應爐送入太空，等到它進入合適的位置之後，反應爐開始工作，產生穩定電力，再把這些電力輸送給高效率的電推进器。這種推进器不會噴出巨大的火焰，它的推力很小，小到你幾乎感覺不到。但可怕的地方在於，它可以持續工作，不是幾分鐘，不是幾小時，而是幾個月，甚至更久。就像一艘深空里的電動貨船，一點一點加速，安靜穩定，卻一路不停地往火星方向推進。這正是它最重要的價值，因為真正的火星任務從來不只是把人送上去那麼簡單。人類如果要在火星停留，就不可能只帶一個太空艙、一面旗幟，然後說走就走。他們需要住所，需要食物，需要電力，需要通讯設備，需要探測車，需要返回地球的硬體，甚至還需要提前建好的補給系統。換句話說，火星探索的背後其實是一整套龐大的太空物流工程。而問題就在這裡，這麼多東西怎麼運過去？靠傳統化學火箭當然可以，但每多帶1公斤貨物，就意味着要多帶燃料，多帶燃料又會讓整艘飛船變得更重。飛船越重，設計越複雜，成本越高，風險也越大。這就是火星任務最殘酷的地方，不是距離遠而已，而是每1公斤重量都要付出昂貴代價。所以 NASA 想測試的不只是核反应爐能不能在太空發電，更重要的是核電推進能不能成為未來火星貨運的主力。這次自由號不會搭載太空人，它預計攜帶的是一組名為天幕墜落的技術載荷，也就是一群小型火星直升機。這些直升機的任務是去看那些火星车很難抵達的地方，比如陡峭的懸崖、危險的碎石坡、深谷邊緣，還有那些看起來像是藏着火星歷史線索，卻又讓輪式探測車望而卻步的地形。火星車像是一位謹慎的地質學家，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而這些小型直升機更像是先飞出去探路的侦察兵。但說到底，這次任務真正被觀察的不是那些直升機，而是搭載他们的這艘核動力飛船本身。反應爐能不能穩定運轉？電力系統會不會出問題？推進器能不能連續工作數月？散熱器能不能把廢熱排出去？輻射會不會干擾飛船上的電子設備？這些問題在紙面上都可以計算，在實驗室裡也可以模擬。但太空不一樣，太空冷酷、遙遠，而且不給你第2次機會。一旦飛船離地球數億公里，任何一個小故障都可能變成無法挽回的大問題。所以
太空反應爐1號自由號真正要做的，是把一整套理論拖進真實的太陽系裡，接受壓力測試。這也是為石磨核動力推進近年來又一次悄悄回到 NASA 長期計劃之中。因為火星任務最怕的不只是源，還有時間。對太空人來說，時間就是風險。飛船在行星之間飄得越久，人體承受的宇宙輻射就越多。在微重力環境裡待得越久，骨骼和肌肉流失就越嚴重，設備老化的幾率也越高。所以縮短航程從來不只是為了快一點到，它本質上是一種生命保障。這也是为石磨另一種技術——核熱推进一直受到關注。核热推进的原理是用反應爐把氢氣加熱到極高溫，再把它高速噴出，產生比傳統化學火箭更高效率的推力。這種方式更適合未來載人火星任務，因為它可能把往返火星的時間縮短數月。但自由號測試的是另一半拼圖——核電推進。它不是直接把推进器加熱後噴出去，而是讓反應爐發電，再用電力驅動離子推进器，長時間噴射帶電粒子。簡單說，核熱推進像是短跑選手，爆發力強；核電推進則像是長跑選手，不快，但耐力驚人。而火星計劃真正需要的，可能正是兩者配合。想象一下，第一批核電貨船提前出發，慢慢把居住艙、食物、設備、電力系統和返回硬體送到火星附近。等到這些東西準備就緒，載人飛船再出發，用更快的方式完成較短旅程。這樣一來，太空人抵達火星時，不再是兩手空空的降落在荒原上，他們面前可能已經有基地模組，有能源，有補給，有撤離方案。火星任務也就從一次孤注一擲的冒險，變成一套可以規劃、可以重複、可以擴張的工程系統。但問題是，核反應爐上天從來不是一句技術可行就能解決的事，它牽涉的不只是物理學，還有安全審查、發射風險、政治決策，以及公眾能否接受。一座裂變反應爐要被送上火箭，就必須回答一連串尖銳問題。如果火箭發射失敗怎麼辦？如果助推器解體怎麼辦？如果反應爐承受了設計之外的衝擊怎麼辦？如果燃料外泄，後果會不會失控？即便反應爐在發射時並不啟動，相關部門仍然要對最壞情況進行模擬。這也是為石磨這類任務的審批，往往要經過極其漫長的程序，甚至需要一路上報到白宮層級。技術是一道門，安全是另一道門，政治則是第三道門。任何一道門卡住，原本設定的發射窗口都可能被推遲。而在飛船真正進入深空之後，挑戰才剛剛開始。反應爐必須達到穩定狀態，持續供電。封閉式布雷頓發電系統要把裂变產生的熱能轉換為超過20千瓦的電力。高壓電子設備和離子推進器必須長時間承受負荷。巨大的散熱器要在沒有空氣的真空中把多餘熱量一點一點輻射出去。在地球上，機器熱了，可以靠空氣帶走熱量，但在太空中，沒有風，沒有對流，熱量只能靠輻射慢慢排出。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細節，但在深空任務裡，散熱往往就是生死線。如果熱量排不出去，電子設備會出問題；如果電力不穩，推進器會受影響；如果推進器失效，整艘飛船可能就再也到不了目的地。所以這次任務的價值不只在於它能不能飛到火星，更在於它能不能帶回一批真正珍貴的資料。反應爐在深空中如何老化？散熱器長期工作是否可靠？離子推进器連續運轉會出現哪些問題？
核電系統與太空船電子設備能否和平共處？這些資料才是未來深空核動力艦隊的第一塊基石。如果自由號成功，它帶來的影響可能不只限於火星，因為越往太陽系外走，太陽能就越不可靠。在地球附近，太陽能板很好用；到了火星，效率已經下降。再往外，到木星、土星，甚至更遠的地方，陽光變得微弱而遙遠，太陽能板就越來越難支撐大型任務。那時候，核電不再只是選項，它可能會變成深空探索的基礎能源。火星貨運、外行星探測、深空通訊中繼站，甚至未來的太空電網，這些今天聽起來像科幻的構想，都可能從這樣一次無人試飛開始。當然，太空反應爐1號自由號不會把人類送上火星，它不会插旗，不會留下腳印，甚至不會像載人登陸那樣成為全球直播的歷史瞬間。但它可能做一件更安靜也更關鍵的事，證明人類能在深空中長時間駕馭一座核動力系統。如果它成功，火星就不再只是能不能到的問題，而會變成能不能定期運送、能不能提前部署、能不能建立基地的問題。也就是說，火星探索可能會從英雄式冒險逐漸走向工程化運營，從一次任務變成一條航線，從一艘飛船變成一支艦隊。而現在，真正的懸念是 NASA 能不能按計劃完成這次試飛，安全審查能不能通過，資金能不能持續，公眾和政治系統能不能接受一座核反應爐被送往深空。還有最重要的一點，當第一艘核電火星貨船真的飛起來之後，其他國家會不會迅速跟進？因為太空探索從來不只是科學競賽，它也是技術路線的競賽。誰先掌握深空核電推進，誰就可能先建立更穩定、更遠距離、更大規模的太空運輸能力。今天，它看起來只是一艘無人試驗飛船，但多年以後，人們回頭看，也許會發現，人類走向火星的關鍵一步，不是某個人踏上紅色土地的瞬間，而是這座反應爐在寂靜的深空中第一次穩定亮起的那一刻。